这是全球首个结合多模态大模型的具身智能搜救基准，它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团队构建。该平台旨在测试无人机在三维地形的自主搜救能力。传统搜救依赖预设航线与简单目标检测，该基准要求无人机不仅要看见，更要理解与推理。主图展示了无人机在夜间扫描山地锁定求救者。这一基准为评估具身智能算法提供了标准化试验场，它标志着搜救从死板代码向自主思考的范式转变。搜救是在三维空间寻找生命微光的极限挑战。极端复杂的三维地形包括峡谷、密林、雪峰，这些高差与遮蔽令无人机视线极易受阻。第二个挑战是微弱的多模态线索，如背包萤火，它们散落在复杂自然背景中，极难被察觉。第三个挑战是生死攸关的时间窗口，每一秒的流逝都意味着生存几率骤降。这些核心挑战让传统无人机难以独立应对。传统无人机仅是飞行的摄像头，依赖预设航线。具身无人机化身搜救犬，具备自主探索与动态决策。环境认知上，传统只能做简单目标检测，具身则拥有语义推理与空间记忆能力。核心大脑方面，传统采用死板代码逻辑，具身搭载多模态大语言模型实现智能。这一从按图索骥到自主思考的跨越是关键，它使无人机从工具变为自主决策的空中伙伴。ESAR 任务重新定义了无人机搜救的核心范式，它要求无人机不仅看见目标，更要看懂环境并自主思考。第一个发现，模块负责识别人与物品等多模态线索。第二个，推理模块理解环境语义的内在逻辑关系，比如路边背包暗示伤者可能顺路前行。第三个，行动模块执行基于三维地形的自主飞行决策。这三个模块构成 ESAR 大脑的闭环智能系统。这一范式使搜救从被动感知迈向主动语义推理。任务启动阶段，接收天气位置与人类给出的文本线索。广域探索阶段，在三维山地空间自主规划路线。线索发现阶段，从杂乱背景提取帐篷、背包等关键物。生命搜索环节，锁定受困者并报告精确三维坐标。这4个阶段完美复刻真实案件的时间推进逻辑。机器不再盲目巡逻，而是按照逻辑递进，逐步逼近流程，将无人机搜救从被动感知推向主动推理。每一步融合环境、语义与动态决策，才能应对挑战。ESAR Bench 平台架构基于数字孪生技术构建，原数据来自真实世界的卫星影像和高程数据。核心仿真引擎采用 Unreal Engine 5与 AirSim， 引擎输出高保真三维渲染与多模态传感器接口。这种设计让虚拟场景逼近真实救援环境，它能模拟复杂地形、天气和光照条件。研究者可以在此安全地验证 AI 搜救算法。平台为无人机具身智能提供了可控的极限试炼场。ESAR BH 的4种地形全部源自真实中国地理数据，全部细节都是1:1映射，尺寸与特征各不相同。高山场景2公里乘2公里，展现起伏草甸、远山、荒漠场景5公里乘5公里，展现广阔起伏沙丘区域。雪峰场景6公里乘3公里，呈现险峻岩石与积雪。海岸场景2公里乘2公里，展现植被覆盖陡峭悬崖。4种地形覆盖了搜救中最危险的典型环境，高保真模拟让无人机测试结果更贴近真实救援。搜救行动常常面对狂风暴雪和黑夜的变化。ESAR Bench 内置13种动态天气，覆盖全天候场景。天气包括晴天正午、大雾黄昏和暴雪深夜。图片对比展示了同一山谷在不同天气下的面貌。这种设计迫使算法必须适应极端视觉变化。真正的救援从不挑剔天气，基准测试也不妥协，除了天气类型、光照和雾雪强度也可无缝调节。这就是具身搜救基准测试应有的严苛度。考题生成器从真实搜救案件中提取数据轨迹，连续事件记录长周期案件的运动与时间信息，切片快照，截取特定时刻的固定线索与伤者位置。生成任务时将快照乘以天气、时间与起点变体，这些参数组合形成丰富多样的测试场景矩阵，最终产出600个极严苛的独立测试任务。这种生成方式将真实意外转化为 AI 训练基石，每项任务都逼迫模型应对复杂地形与时间压力。搜救场景中散落的12种物品被视为受困者的无声语言。帐篷是最常见的线索，数量接近700件。
水瓶、萤火和背包紧随其后，出现频率很高。塑料包、睡袋、外套和鞋也常被发现，信号弹和充电宝则最为稀少，出现次数最少。这些物品分布在测试集的600个任务里，代表不同生存迹象。模型必须从杂乱背景中准确识别每种线索，线索的分布密度和类型共同反映了搜救难度。ESAR Bench 引入语言引导机制，将人类的模糊指令转为探索动机。系统接收一条文本提示说，伤者最后出现在河边，并且他已沿上坡方向移动了很长时间。多模态大模型据此初始化一个搜索向量，这种能力让无人机听懂林中线索中的空间语义，它不再盲目巡逻，优先搜索河边与山坡区域。语言引导显著缩小初始搜索范围，提升效率，但这种理解依赖模型的地理常识与推理。该智能内核的核心是感知、推理与行动闭环。感知模块接收多视角图像与历史记忆和提示。推理中枢以多模态大模型分析环境语义，它根据线索推断伤者可能沿某个方向前行。行动模块输出3维坐标指令与线索上报。3个模块快速循环取代死板代码逻辑，无人机像经验丰富的救援队长般决策。这套架构是 ESR Bench 的核心决策引擎。多模态感知矩阵融合深度图、点云雷达和空间定位。深度图以黑白灰度等高线呈现地形起伏，点云雷达使用绿色点云渲染森林与地表结构。空间定位模块融合卫星与惯性导航输出实时参数，例如高度3500米，航向45度，速度80公里。同时输出精确经纬度坐标，用于3维空间定位。3种数据在迷雾与恶劣光照下依然保持高保真，这种组合使无人机穿透云雾，看见被隐藏的真相。评估无人机搜救表现时，需采用4个关键维度。成功率衡量能否在广阔空间中找到目标。时间加权成功率结合速度与成功体现效率。线索发现得分考验空间定位与语义匹配。综合救援得分融合安全效率与救人权重。这套指标不只看结果，还关注过程安全性，每个指标都对应救援中不可或缺的环节。这套体系成为评估无人机能力的严苛标尺。任务难度由目标距离、天气、光照与线索隐蔽度共同决定，这些因素叠加形成从简单到极高危的挑战等级。环形统计图显示，简单任务占 25.2%， 中等任务占 27%， 困难任务占 27.5%， 极高危任务占比 20.3%， 近半数任务难度较高。这种分层能全面检验模型在不同抗压环境下的能力。简单任务考验基础能力，困难任务测试极限决策，分级结果为算法优化提供了清晰的参照系。在 ESAR Bench 中，3个流派模型被严格对比。传统探索派含 Random 和 FBE 很快迷途，地面迁移派含 SAM-XP、VLFM、NavGPT， 它们在3维空间中出现严重水土不服。空中特化派由 SPF 与 APEX 组成， APEX 凭借飞行特化设计脱颖而出，只有真正适应3维环境的 AI 才可幸存，这揭示了通用模型在复杂空域中的边界。APEX 在总体成功率上全面领先其他模型，其 SR 为 13.89%， 远超纯 MLLM 的 3.45%。 Random 基线的成功率仅为 2.65%。 综合救援得分， APEX 也大幅领先对手， APEX 得 13.45 分，对手仅得 1.80 分。核心优势是3维体速地图空间记忆，这让无人机在3维地形中高效规划路径，但最高成功率不足 14%， 说明任务仍艰巨。多模态大模型在5个维度上全面超越传统方法，语义推理能力的提升幅度最大且效果关键。主动探索的得分形成对传统方法的碾压式优势，全局视觉检测和路径规划均有明显改善。空间认知帮助无人机建立精准环境地图、雷达图，直观显示绿色面积远大于红色所代表的区域。MLLM 平均得分 3.48， 传统方法仅 2.70。理解物品间逻辑关系带来搜索质的飞跃，各模型在任务耗时与坠机率上呈现博弈关系。APEX 模型耗时约530秒，属于高效梯队，但其坠机率仍维持在 25% 左右。最高坠机率来自 Crisis 模型，高达 50%。这表明速度与安全难以兼得，平衡是关键。
当前搜救系统仍需在两者间寻找最优解。高坠机率意味着实际存在巨大落地风险。ESR Bench 通过速度与安全博弈推动算法不断进化。当前 AI 搜救系统仍面临3个关键痛点亟待解决。第一是缺失自主终止搜索的合理判断机制，模型无法自主判断何时应该结束搜救任务。第二是，在复杂3维地形中容易产生导航迷失，高低海拔的无边界转换常让无人机陷入死胡同。第三是全局成功率，天花板极其低下且有限，全局最佳成功率目前仅为 13.89% 的极低数值。ESR Bench 将逼迫算法不断突破这些极限边界，该基准测试是起点，未来搜救迈向蜂群协作，场景从开阔自然地带扩展到封闭废墟灾区，架构从单兵作战演进为多机蜂群网络协作，模态从 RGB 和文本新增热成像、红外音频全息任务，从单纯搜救扩展为伤情评估与物资空投，这些进化方向将提升搜救的覆盖与效率。蜂群协作可实现更广区域的同步搜索与救援。该基准测试为未来技术提供了关键测试平台。这一基准测试不只是一行行测试数据，更是通向全自主搜救系统的里程碑。它定义了从感知推理到行动的具身智能搜救任务范式。当前最佳模型成功率仅约 14%， 说明搜救难度极大。该平台为无人机在复杂3维地形中的自主搜救提供了标准评估。从微弱线索发现到空间推理，它模拟了真实救援的极限挑战。下一步算法需突破自主终止机制与3维导航迷失等瓶颈，最终目标是实现多机蜂群协作、热成像与伤情评估等高级任务。代码在此刻真正点亮了生命的微光，赋予绝境以希望。ESR Bench 这一基准测试为全自主搜救系统的进化奠定了关键基石。